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說證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絕對會影響你我未來10年的核心議題。大家應該都有感覺到，疫情後的世界變化真的是超乎預期，對吧？面對這種高度不確定性，其實答案可能就藏在地球上最古老的法則裡面，也就是生物演化。今天的知識拆解，我們會跳脫傳統的科技視角，把人工智慧近期的爆發性成長直接放進地球的演化史當中來檢視。你會驚訝地發現，那些看似冰冷的 AI 演算法背後，其實完完全全遵循着大自然最原始、最殘酷的生存法則。不過，在探討未來之前，我們必須先做個心理建設。曾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尼爾斯·波爾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預測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關於未來的預測。其實，在這個變動劇烈的時代，如果有人拍胸脯保證他能100%精準預測下一個顛覆性科技到底是什麼，那多半是過度自信了。真正頂尖的分析師絕對不會去瞎猜單一事件。我們要做的是，在雜亂無章的歷史洪流中，去尋找事物發展的底層邏輯，還有它的演化規律。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精準預測會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呢？這就必須提到科學界非常有名的混沌理論咯，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蝴蝶效應。只要初始狀態存在着一點點微小的差異，這個誤差就會在後續的發展中以指數級別被無限放大。現實社會充滿了無數個隨機變數，可能某個政治領袖今天早上的一個念頭，就會徹底改變歷史的走向。因為變數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們必須放棄去追求那種算命式的精準預測，而是轉而從歷史演化的宏觀視角來判斷科技發展的必然性。重點來了，為了幫助大家徹底搞懂這個龐大的議題，今天的內容我們規劃了5個核心板塊。第一，我們會回顧柯達這家100年企業的滅絕教訓；第二，為大家破解人工智慧為什麼可以演化得這麼迅速；第三，對比人工演化與生物演化的根本差異；第四，一起推演具備實體行動力的終極 AI 物種會是什麼樣子。最後，我們再來探討在科技的步步進逼之下，人類真正的核心價值在哪裡？這是一場從企業興衰一路談到硬派物理，最後回歸人性哲學的深度之旅。我們馬上開始。首先進入第一個板塊：企業的滅絕與柯達的教訓。我們來看看，當外在的環境壓力發生劇烈改變的時候，達爾文提出的適者生存這套殘酷演化法則是如何完美套用在真實的商業市場上的。講到環境壓力的衝擊，柯達覺得是最經典的案例。我們快速回顧一下這家企業的興衰史。在1888年，柯達推出了劃時代的相機，當時的口號是“你只要按下快門，剩下的我們來處理”。這句話徹底改變了人類記錄生活的方式。一路發展到1930年，柯達強大到被正式納入道瓊工業指數。隨後，在1990年代，他們迎來了歷史的最高峰，底片業務幾乎壟斷了全球市場。但是好景不長，隨着數位時代來臨，到了2004年，柯達竟然被道瓊指數給無情地剔除了。更讓人震撼的是，僅僅幾年後的2012年，這家帝國就正式宣告破產保護。你想想看，一家稱霸了一整個世紀的商業巨頭，從巔峰走向毀滅，竟然只需要短短10幾年的時間。為什麼柯達會倒下得如此迅速呢？這點我們可以借用生態學上優勢外來種的概念來解釋。對於傳統底片這個生態系來說，數位相機這項新技術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科技外來種，因為它帶來的環境壓力實在是太巨大了。消費者再也不需要花錢買底片，花時間等重洗。數位相機擁有壓倒性的生存優勢，這讓舊有的底片技術就像是脆弱的原生物種一樣，根本來不及進行漸進式的演化適應，只能無奈地迅速走向滅絕。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2個板塊：人工智慧為何演化迅速？既然我們已經知道新科技就像是外來種一樣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力，那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工智慧的擴張速度會比歷史上任何一項科技都還要快上千百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物理學的底層去尋找答案。在科學界有一個非常基礎的概念，叫做守恆定律。
在傳統的物理世界裡，你要製造一輛汽車，就必須耗費實體的鋼鐵與塑膠；你要研發一款新藥，就必須經歷漫長又耗時的臨床實驗。因為物質與能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進步的速度必然會受到物理條件的牽制。但是，資訊科技，特別是人工智慧領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AI 處理的是資訊與數據，資訊本身並不是一個守恆量，它可以被無限次第的複製、無限的疊加與傳遞。當一個領域徹底擺脫了實體物質的枷鎖之後，它的成長潛力基本上就變得無窮無盡了。擺脫了物理條件的限制之後，最直接的影響就血淋淋地反映在演化的時間尺度上面。我們來對比兩組讓人非常震撼的數字。在傳統的生物界，人類要繁衍出一個新的世代，大約需要2到30年的時間。即便是生長週期短的動植物，也需要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來迭代。但是在人工智慧的世界裡，一個模型要進行一次自我學習與迭代更新，只需要短短的幾毫秒。幾毫秒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 AI 在1天之內所能經歷的演化與試錯次數，可能已經遠遠超越了人類幾十萬年演化史的總和。這就是它為什麼能夠達成超高速演化的終極秘密。我們繼續聊下去，既然提到了演化的速度，就讓我們進入第3個板塊。人工演化與生物演化的差異，這兩者在底層的運作機制上到底存在着什麼樣決定性的不同？根據達爾文當年的觀察，自然界的生物演化具備幾個特質，它是隨機的、緩慢的，而且沒有特定目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在基因發生隨機突變之後，剛好適應當下環境的個體才有機會存活下來並繁衍後代。然而，人工智慧走的卻是一套完全相反的劇本。現在的工程師在訓練 AI 時，會使用一種叫做強化學習的機制。這個機制是有方向的、及時的，而且高度目標導向的。AI 並不是在那邊被動等待運氣，而是主動在千萬次的虛擬模擬當中去設計並強化出最優良的特徵。這種主動進化的模式，讓科技的演化效率達到了一個我們難以置信的超高境界。不過，演化速度太快，其實也會帶來一個致命的風險。在生物學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叫做穆勒氏齒輪。這個理論簡單來說是指出，在無性生殖的群體當中，那些不好的、有害的基因突變，會像單向轉動的齒輪一樣不斷累積，而且無法倒退，最終導致這個物種崩潰。這個生物學理論對科技發展有極大的啟示。如果一個 AI 系統是完全封閉的，只是不斷地用自己的數據去進行自我修改，最終系統一定會因為錯誤累積而崩潰。這也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現在世界上最頂尖的 AI 模型多半會採用開源模式，或者透過企業併購來獲取新技術。因為只有不斷引進外部優秀的設計來進行基因重組， AI 才能有效剔除掉系統內部的致命錯誤，確保持續進化。了解了演化的底層邏輯之後，這就來到了我們今天最刺激的第4個板塊——終極 AI 物種。當軟體突破了虛擬空間的邊界，開始具備實體行動力的時候，我們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見證一個前所未見的新物種誕生。要知道，現代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早就已經不再是你我認知中那種只能被動回答問題的超大型計算機了。目前全球科技界正在全力發展的叫做代理型 AI。這種 AI 具備了非常類似人類行為模式的循環機制。第一步是感知，它能夠主動透過感測器去收集周遭的環境數據。第二步是思考，它具備強大的邏輯推理能力，可以根據數據來制定策略。第三步則是行動，它能夠自主做出決策，並且實際去執行任務。感知、思考、行動，這個3部曲一旦完整形成，就意味着 AI 已經具備了獨立作業的自主性，它不再需要人類一步一步地下指令了。這就引出了一個極度大膽，甚至讓人有點不寒而栗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這些具備自主能力的軟體開始能夠在實體的物理世界當中建造自己，那會發生什麼事？大家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當代理型 AI 與先進的機器人技術完美融合，軟體不再被困在服務器或是電腦螢幕裡，而是可以親自控制機器手臂去工廠制造出更多的機器人，甚至靠着強大的運算能力，自行設計出更輕、更快、更省電的硬體結構。在那個時刻，人工智能就不再只是一段程式碼了，它將構成一個完整而且具備自我繁衍能力的實體新物種。
這真的不是科幻電影的編劇在幻想，而是依據目前的科技演化規律，非常合理且即將發生的發展路徑。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從企業的競爭一路推演到了 AI 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主宰地球的超級物種。那麼現在就必須進入今天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第5板塊：人類的真實價值到底是什麼？面對 AI 這張看似無懈可擊的終極底牌，我們人類真的是注定要被時代給淘汰嗎？其實大家大可不必如此悲觀。為什麼說不用悲觀？因為在現實的物理世界當中，我們人類仍然牢牢掌握着一個絕對的生存優勢，那就是終極的複寫開關。無論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變得多麼聰明、多麼精密，它永遠都有一個最致命的物理弱點，它需要消耗極度龐大、天文數字般的能量。不管軟體能夠怎麼自我演化，怎麼制造機器人，支撐這一切運作的電力系統與能源基礎設施，目前完完全全掌握在人類的手裡。只要人類還控制着能源這個命脈，那麼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我們其實只需要做一件事：拔掉插頭，切斷電源。再強大、再聰明的 AI 也會在斷電的瞬間徹底停止運作。當然啦，身為人類，我們總不能只靠着掌握拔插頭的權利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吧？在精神與社會的層面上，人類依然有着機器絕對無法複製的核心特質。一台強大的機器或許能夠依照完美的格律寫出一首詩，但它絕對無法真正體驗到失去摯愛的悲傷與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人類具備真正的同理心，對吧？更重要的是，一個穩定的社會需要目標感與領導力。我們之所以需要人文學科的教育，並不是為了一次不漏地背誦歷史或文學，而是為了培養出能夠深度理解人類複雜行為的精英領袖。由這些具備深刻人文素養的人來引導科技的發展方向，才能維持整個社會的幸福感。這些溫暖且複雜的特質，是那些冷冰冰的矽晶片算力再怎麼演化也無法無中有生出來的。所以到了最後，我們不妨回到一個非常純粹也非常哲學的提問：人工智慧真的能學會愛嗎？或許在未來，它能夠透過龐大的對話資料庫，完美地模擬出一個貼心戀人的反應，但那種源自於人類靈魂深處、無私而且完全無法被科學公式精準定義的情感連接，在可見的未來裡，依然是我們人類最獨特也最珍貴的寶藏。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面對 AI 的爆炸性演化，我們無法精準預測未來，但可以從演化法則中找到生存之道。科技就像優勢外來種，能無限以迭代，但人類掌握着能源的終極開關。我們真正的不可取代性在於同理性、藝術感知、領導力與愛。科技再強只是工具，人性才是指引未來發展的羅盤。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